我们直播员笨蛋小魔女听完95法师装备理解，一天从大师0分直冲500分，思路清晰就看这期 S11法师篇。这赛季法师数量是明显增加的 ，S10有13张法师后排 ，S11有足足16张，这对云顶环境的变化还是很大的。最直观的改变就是魔抗的地位提升了，可以看到越来越多人合成龙牙、离子火花这样的装备了。目前 S11法师篇想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比如说适应性头盔对短蓝条、中蓝条、长蓝条的影响力，比如神域者是否需要回蓝装，246神域者对回蓝装选择有影响吗？这些导致法师篇的工期越来越长，希望大家理解一下。我正在猛干内容。物理篇的出装思路简单概括就是缺什么补什么，除了核心装，其余去找平替装备就行。但法师的出装更喜欢做一些联动收益，比如说青龙刀喜欢红 buff， 蓝 buff 喜欢纳什之牙，电刀喜欢破防者，破防者喜欢法爆。为了观众更好理解，我简单的把法师出装分为3个装备池：回蓝装、蓝 buff 青龙刀适应性头盔、面板装大天使法爆帽子、攻速装红 buff 纳什电刀。剩下鬼书破防者放到中间，方便大家对法师有一个基础概念。回顾以往赛季，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5费卡中纯辅助型的法师在 S11看不见了 ，S9的大头瑞兹、S10的琴女，并且不见的还有纯输出的5费卡 ，S9的阿离和 S10的炸弹人，演变成了 S11集功能与伤害为一身的超长蓝条法师会沙皇冰女。我们先来看会的数值，会105的法力值上限，技能法强收益300%。假设技能命中3个人，每点法力值对应的伤害值是 8.7。假设技能命中5个人，会每点法力值对应的伤害值是 14.6。所以会的 DPM 区间就在8到14左右。我们在 PBE 聊过，优秀的法师 C 位 DPM 在15到20这个区间，所以会的伤害装就不会出现在第1优先级推荐里边。现在讨论会的第1件装备，把回蓝装和攻速装放在一起跑一下。青龙刀和头盔的对比就是青龙刀放技能早，头盔伤害高，毕竟头盔比青龙刀高15点法强，很正常。红 buff 电刀鬼书就是先放技能的伤害低，后放技能的伤害高，各自存在优势。我平时工作流程就是直接求线性回归方程，排除一些明显价值低的装备，让我对装备有一个初步概念。如果此时会只有1件装备能做，我就会推荐你做红 buff， 因为红 buff 既有攻速又有灼烧，启动能力和伤害能力都比较不错。我们来到3装备数据图，首先回蓝装分为2个流派，青龙刀和适应性头盔，灼烧效果也分为2个流派，红 buff 和鬼书，破甲效果也分为2个流派，电刀和离子。一张图放不下所有曲线，还请见谅。先讨论前排不带离子火花的情况，会做纯输出装备，观察红线和白线，青龙刀加红 buff 加帽子和青龙刀加电刀加破防者是比较接近的。所以我很看好电刀这件装备在主 C 身上的价值，尤其是95阵容非常缺装备，电刀做了就能省一个前排离子。其次是电刀加鬼书组合，黄色青龙刀，紫色适应性头盔。适应性头盔稍微慢一些，但伤害稍微也高一些。再来讨论前排带离子火花的情况，这里我就不讨论适应性头盔的曲线了，因为头盔追求上限的能力就是稍微差一点。可以观察到红 buff 加帽子和法爆加破防这2根线输出能力不错，但这个数值也不是2-3个技能就能清场的数值，并且95也不是单核体系。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各种风格的出装。如果你追求伤害，你就做青龙刀加红 buff 加帽子加离子火花的出装。如果你认为功能型英雄就应该做功能型装备，你就做头盔加电刀加鬼书。我是喜欢头盔流派的，因为这个组合输出能力不错的同时，还增加了会本身不错的坦度，并且这3件装备每个都是过度优秀好装备。我们直播员笨蛋小魔女贯彻了这2个出装思路，95决赛圈打起来就很顺，大家看切片。我们来看看沙皇的数值。沙皇130的法力值上限，技能法强收益750%。假设技能平均命中 1.5 个人，每点法力值对应伤害值是 11.8。假设技能命中2个人，每点法力值对应的伤害值是 15.7。再加上沙皇还能创造守护神，所以沙皇的输出能力、击杀能力看起来还行。现在讨论沙皇的出装，沙皇做青龙刀加电刀这个组合。
是吃不到自己电刀破甲效果的，因为70蓝加30蓝平 A 2下就开始放技能了。所以沙皇做青龙刀一般是配合红 buff， 头盔一般是配合电刀的。先讨论前排不带离子火花的情况，3件装备组合，头盔加电刀加破防组合伤害高一些，因为在15秒之前也能放2个大。再讨论前排带离子火花的情况，3件装备组合放技能越晚的组合对应的伤害越高。但从我的个人角度，我是不喜欢帽子加法爆这个组合的。一是暴击看运气，二是缺少破防这点攻速，放技能太慢了。最终沙皇我给出的推荐出装，追求伤害就是青龙刀加破防加法爆，综合功能性出装就是头盔加电刀加破防。我们来看看冰女的数值，冰女100的法力值上限，技能法强收益960%，茶壶扔出去技能法强收益225%。假设技能直接击杀，每点法力值对应的伤害值是11.0。假设茶壶扔出去命中2个人，每点法力值对应的伤害值是16.2。冰女还有一个3秒眩晕的属性，我清楚95阵容一般很少给冰女装备，一般只给一个窃贼手套，但我们可以算一下1件装备的情况下对冰女启动效率的区别。我们关注羊刀这根白线，第2次放大也能跟上大部队，第3个大招也比较快。假设冰女来得早，一把羊刀可以让她为队伍多打点经济。假设未来有更多的青花瓷法师阵容，我们现在假设2星冰女、4青花瓷、6法师，前排带离子火花。来看冰女的输出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个曲线图可以自行脑补2青花瓷情况，就是技能输出整体曲线往后平移2秒；4法师曲线就是输出整体下降1节。目前版本冰女出装推荐窃贼手套挺好，或者单挂一个羊刀也挺好。最后，我们引用自己在 S9 枪手篇的观点，对战斗力提升最快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星级和装备。我们当时的暴论就是3星2件装备等于2星3件装备，就算负 C 3星没有装备也是百搭。所以装备数量优先级大于装备质量，放到95阵容也是一个道理。因为95阵容的逻辑并不是把所有资源养一个人，而是在打团队协作，每个英雄各司其职，打满自己的功能性才是最优解。减少团队压力一定能让你的团队走得更远，给任劳任怨的兄弟投入一些资源肯定是有回报的。这里是化学必须2，感谢大家的点赞投币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